欢迎回来。如果你看了上集影片，请多加练习。这集影片出街时，离开农历新年大概还有2个月。今天我在分享12月6日到明年1月4日的月份奇门局，大家可以先计划一下，为自己的明年铺路。在还没进入主题前，我想告诉大家，从上个月10月开始到农历新年前，请你观察一下自己的情绪和你身边周遭发生的事情，这些经历大概会给你一些贴士。2025年你会过得怎么样？如果你感觉到很开心或是很快乐、朝气蓬勃的，那么恭喜你，请继续开心，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。如果发生不如意的事情，请检讨一下，把自己的心情推向正面，那你的2025年就会过得更好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12月6日到明年1月4日的奇门局。我其实又看到了一个机会，先提醒你，看完这部影片过后，请做出计划和行动，因为不是常常有那么长的时间，有1个月的时间，有那么好的格局来帮助你达到你想要的目标或者是愿望。请看南方，这里有2个吉格，第一个是我分享过的吉格，青龙反手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青龙反手，请找我之前的影片，片名叫吉格。第二个吉格叫做相左，就是直符加地盘3奇，意思就是凡事吉利。我在这里讨论的话题只针对生意、工作、感情，还有就是我是针对性使用8神配合天干。我先解释，我们都知道8神是奇门遁甲中的一份子，这里谈的8神它不是宗教信仰的神，它只是一种能量。所以当你许愿的时候，不必像这样去拜神的，我们不是依赖着周围的神来帮助我们。这8神是我们自身的能量，我们自身的能量，我们想到的是应该把自身的能量提升，让我自己的8神来帮助我。好了，怎么用？在12月6日到2025年1月4日，我们知道有直符在南方的力量来帮助我们，所以12月5日之前，我们需要做以下的步骤。第一，我们要了解直符就是我不必花1毛钱请回来的 CEO， 就是总执行长。现在你想想，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工人，你会叫他做什么呢？如果你说我会把他带到我的公司，我要叫他做我的业务员，管理我的会计部，帮我请最好的人才，帮我扫地抹地，还要煮饭给我吃。请问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做得完吗？我其实只是想提醒你，一开始练习的时候不要太贪心，清晰的目标很重要。想一个你10万火急，或者是你已经写了很多年的愿望，但是达不到的愿望，火力全开为你这个目标奋斗，选一个就好了。第二，目标清晰了，假设说我选对了我的目标，就是要提升我的业务，我大概会想，把8神讲得那么厉害，我就把我的业务愿望提升180%。首先我问你，你心里相不相信你的业务会做到180%的增长？如果你的嘴巴讲，可是你的心里不相信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愿望是多余的。因为刚才我说了，直符就是你自身的力量，你自身的能量，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的能量，倒不如先把你自己的能量搞好，相信自己做得到。 OK， 好了，现在你真的相信，你有信心会做到180%的业务成长。第三，你要做的是执行沟通。首先你先和直符沟通，就是每天5到10分钟。如果你脑子很混乱，你不能静下来，那你就做久一点的时间，加一些能够使你平静的外在干扰，比方说轻音乐，或是 Lo-fi 音乐，或是香氛等等的，只要是能够使你的心境平静就可以了。你放轻松后，你就可以和你的直符讲话了。上星期我已经分享了比较具体要求的例子，你可以去看看我上一集影片。现在我举例，我的目标是在2025达到业务成长的180%。我会说，直符，我的目标是在2025年把我的业绩做到180%成长，请帮助我安排以下的事项。第一，把我介绍进去叉叉圈子，认识更多的老板，扩大我的人脉。第二，帮我找寻一个有10年经验，在叉叉专业领域里面有经验的员工，让他来帮我解决叉叉的问题。还有你想到的能够帮助到你，帮助这个业务
增长180%的具体需求，把它写下来，都跟你的职服讲。OK， 下了愿望过后，你要更加努力的做你的业务，还要开始留意你周围的环境，看看有没有信息。哪一天一个陌生人留下他读过的报纸，报纸地面打这个广告，有一个标题写着叉叉叉商业研讨会，如此类推哈。你就去了解一下那一个商业研讨会有什么人参加，然后你就去参加研讨会，在那里认识了很多商业人士，高官显要，因为你很努力的为他们服务，他们再介绍你他们的商业朋友给你，那你的业务就提高了。然后你请到了一个很有经验的员工，这员工一进来就帮你把你公司的业务问题一大半的解决了，是不是能够让你更快的达到你的愿望呢？所以啊，许下愿望不是坐在那边等天掉下来给你。这8神的用法的确很像吸引力法则，但是我觉得它比吸引力法则更厉害，因为它可以按照你所规划的、你所计划的、你想要的结果去拟定你的计划，按部就班的执行。如果你已经在上个星期11月的奇门局里面立下了你的愿望，你可以用同样的愿景，这一个月12月，你可以叫职服来帮助你执行你的任务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有帮助到你，请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